在《笑傲江湖》中，任盈盈听凌月二人提到了辟邪剑谱，不由得想起他爹爹将葵花宝典传给了东方不败，没安好心，一时间不由得觉得东方不败有些可怜。又想他囚禁了我爹爹之后，待我着实不薄，礼数周到，我在日月神教中便和公主娘娘无异。今日我亲生爹爹身为教主，我反而无昔时的权柄风光。我今日已经有了冲了，还要那些个权柄风光干什么？什么叫高手呢？就是文字平平常常，但是让我写，却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。莹莹偷听时开小差很正常，但是这短短的几句话，信息量极为丰富。重要的事情说3点：第一，莹莹的权力欲或许很重，要不然她不会在意这种反差。第二，若是没有令狐冲，那些个权柄风光还是要的。第三，在授予权柄方面，东方不败待他比人我行还要好。莹在人我行被囚禁期间，享有着公主娘娘一样的待遇。当然，这不排除东方不败对她的感情，但是政治人物的感情不会凌驾于理智之上。东方不败是政治人物，更是代表性的政治人物。就算是有感情，他也不是婆婆妈妈之人，更何况他真算不上有感情。为什么呢？他自宫之后不再喜欢女人，你说不喜欢就不喜欢吧，可以赶走他们呀，他却将这7个小妾都杀了。所以东方不败对待莹莹更多是心照不宣，优待前朝后裔。要注意，莹莹在东方不败朝中虽如公主娘娘一般，但是只有待遇而没有什么权利，就像那个八贤王赵德芳一样。他向东方不败求3尸脑神丹的解药，给众江湖散人，东方不败给他面子，因为他知道那些散人是一盘散沙，成不了大事，就算团结起来也是不足为惧。后来令狐冲率领着数千名江湖散人攻打少林，就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乌合之众，只能在日月教统帅下才可以发挥出巨大作用。至于日月教本教较重的3尸脑神丹，没有一个是莹莹替他们求来的，莹莹去求也未必求得下，而他们恐怕也不会找莹莹去求。所以莹莹所能施恩的，对她死心塌地的都是江湖散人，并非真正的日月教本教中人。他若有朝一日和东方不败闹翻，所能倚仗的只是这些，不会形成实质挑战。所以结论是，莹莹篡位东方不败的可能性几乎没有。在政治上，3个因素最重要：实力、地位、名分，三者皆有，自然可以问鼎；三者居其二，便有极大机会。比方说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是有实力和地位，没有名分。历代权臣大抵都是这个路子。要捅破那层窗户纸，取而代之，确实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不容易。在东方不败的时代，莹莹有着一定的实力，也有着尊崇的地位，但是却没有名分，没有人会认为东方不败会传位给他。因此上官云等人对他虽是尊敬，但是只会巴结杨莲亭，甚至是杨身边的无名子一事。巴结杨莲亭和杨身边的人可以换来自己的升迁，而巴结莹莹不会为自己前途带来什么好处。所以上官云们对莹莹这个前朝公主是礼敬有加，但是也止于此而已。莹莹在教中地位尊而不高，因为她没有名分，如同清末帝溥仪退位后，即使是新文学运动旗手胡适接到他电话仍很尊敬，但是如果要他复辟，要恢复名分，马上便会众叛亲离。杨莲亭恰是有地位有名分，但是没有实力，如果他反叛的话，因为自身武功过于低微，在教中也没有根底，根本不可能成功。他的一切权力都是来自于东方不败的宠信和授权。东方不败爱上了杨莲亭，只是一种政治隐喻。从政治上讲，杨莲亭对东方不败是安全的，所以他才会放手宠信他。桐柏雄这样的元老会因为杨莲亭一句话而丧命，也别从什么男欢女爱中去看，还是看政治隐喻。东方不败既信任杨莲亭，让他当实际的2把手，那么为树立杨的威信，他要除掉谁，东方不败自然是不会驳他的意思和面子。即使东方不败知道桐柏雄对自己真正的忠心不二，但是用他的话说，连帝既要杀你，一定是你不好，他要取你性命，我这叫无法可施。只要是连帝不杀自己，东方不败就不会有异议，因为杨莲亭再跋扈，对东方不败的地位也没有任何威胁。令狐冲学了独孤九剑后，实力大增，但是岳不群不惜反怒，到他结交五霸刚群雄，这种实力进一步增强为集团实力，岳不群再也不能够忍受，最终将他逐出门去。这道理也一样。此前令狐冲名分上是掌门大弟子，地位在众师弟众师妹中也很高，但是实力不济，不可能挑战岳不群。但是一旦具备此前缺乏的实力，岳不群当然要害怕，容不下他了。
有实力有名分没地位的情况比较少见，在《笑傲江湖》中勉强可以将向问天算成这样，他有实力，光明右使，名分也有，虽说在2人之下，但是没啥地位。在人我行时代如此，在东方不败时代也如此，所以他对于人和东方都是安全的。而当年东方不败有超一流的武功实力，有着光明左使之一人之下的地位，也有着人我行传他葵花宝典暗示其继位的名分，三者都有了，东方不败才会篡了人我行的位子。而人我行复位后，莹莹的情况变得不同了，她实力没变，但是名分变了，因为她是人我行唯一的女儿，名极正言极顺的做了公主娘娘。日月教上下都知道，这位子早晚会是莹莹的。在莹莹的实力、地位和名分中，名分一向以前最弱，但是一下子变为了最强。他对人教主地位的威胁，比对东方教主地位的威胁大得多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人我行必须要削他的权柄和地位，要不然这三者具备，自己的位子哪里坐得安稳？因此，人我行当了教主，他在教中的地位反而下降，不再有东方不败在位时的权柄风光。这一期开始提到的莹莹内心活动只出现过一次，而且是若有若无，不注意就会忽略。但其实呢，背后有着很深的历史和政治背景。历朝历代为了最高的那个位子，父子相残的事儿还少吗？在政治上，没有父子，只有对手。皇帝和太子的关系都是如此，因为太子的名分太确定，所以皇帝都要削其地位和实力。金庸就明报写过，皇帝历来不喜欢太子的社评，父亲不喜欢儿子，这不合情理，但是对政治人物来讲又极合情理。《笑傲江湖》中有这么2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都和莹莹有关。东方不败死后，莹莹身子一颤，低声道：“别说了，这不是人，是妖怪。哎，我小时候他常常抱着我去山上采果子游玩，今日却变得如此下场。”在风扇台上，莹见到了岳不群使出辟邪剑法，低声道：“东方不败。”令狐冲见到岳不群刺瞎了左冷禅双眼，心下并不喜悦，反而是突然感到说不出来的害怕。东方不败抱着莹莹游玩，岳不群教育养大令狐冲，这并非是演戏，或者不全是演戏，而是人性中的慈悲和仁爱心使然。他们变身为令人恐惧、恶心和憎恶的人，也是人性中的贪婪和欲望使然。人还是那个人，变了也没变。东方不败和岳不群得到了武功和权力，失去了人性，权力和野心催化了这种变化，使人产生了异化，不再是人们原来认识的那个人了，也就不能以常人的心理与情理揣度之。任我行杀了东方不败后，再次邀令狐冲入教遭拒。任我行阴森森的道：“不听我吩咐，日后会有什么下场，你该知道。”这时莹莹出言相劝：“爹爹，今日是你重登大位的好日子，何必为这种小事伤神？他加盟本教之事，慢慢再说不迟。”这话很合情理，但是任我行侧着一只左目，向2人斜睨，鼻中哼了一声道：“莹莹，你就只要丈夫，不要老妇了，是不是？”令狐冲刚刚助他复位成功，他就全是一副猜忌、怀疑、威胁的口气，这不合情理。宝座只能一个人坐，莹莹自然不能既要丈夫又要老妇。令狐冲不低头，他就不传吸星大法化解之法。莹莹愿他也在所不惜，这不合情理，但是却又极合理。就如同莹莹做了真正的公主，却没有了昔日的权利，也是不合情理，但又极合情理。任我行这个爹看起来自然就没有东方不败亲了。